庄子天下，探寻诸子智慧密码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春秋战国是思想最为璀璨的时代。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期，无数智者的思想如繁星般照亮了历史的夜空。今天，让我们走进一部经典著作《庄子》，一起探讨其最后一篇《天下》。即便你对古籍不常涉猎，也请跟着我们的脚步，因为这一篇不仅是打开庄子思想的钥匙，更是了解中国古代智慧的窗口。天下篇没有我们熟悉的寓言故事，而是一篇系统评论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学术史论文。民国学者顾时曾言：不读天下篇，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，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。可见这一篇的重要性。在庄子全书中，庄子以体悟玄虚之道为最高目的，其独特文风被天下篇概括为：其书虽归远，而连欢无伤也；其辞虽参差，而触轨可观。西汉司马迁、鲁迅先生等对庄子文风的高度评价，也能在天下篇的阐释中找到影子。开篇，道术与方术之辩。天下篇开篇即点明，最高的学问是对宇宙、人生本源的探讨，即古代的道术。天下之至方术者多矣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也。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哉？曰：吾乎不在曰，神何由降？民何由出？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源于一。这段话抛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：天底下做学问的人众多，都认为自己的学问登峰造极，但古代的道术究竟在哪里？答案是无所不在。神圣和王业都源于唯一的道，不离天地根本的是天人，不离大道精纯的是神人，不离本性质朴的是智慧。圣人以天为主宰，以德为根本，以道为逻辑，以物是变化。君子以礼乐、正义、礼文和音乐来修养自身与治理社会，百官以法律、名号、礼教和考核来管理事务，百姓则以耕作为生，关注衣食住行与老幼病。古代的圣人完备地体现了道术，他们合于神明，效法自然，养育万物，泽及百姓。然而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天下大乱，贤圣并亡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夺得一场面子与自豪，各有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百家之学虽各有所长，但都是一孔之见，如同人的耳目鼻口，虽有各自功能，却不能相互通用。他们分割了天地的完美，离析了万物的常理，使得内圣外王之道幽暗不明，道术被天下人所割裂。点评墨家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在众多学派中，墨家是第一个被天下篇点评的学派。墨家主张不耻于后世，不迷于万物，不灰于数度，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极。墨翟、秦华黎对这一主张极为赞同，并将其付诸实践。他们作非乐、节用，提倡生不割，死无福，饭来兼猎而非斗。但在实践过程中，墨家做的有些极端。他们否定古代的礼乐制度，主张潼关3寸而无火的国葬。这种做法虽合乎节俭的理念，却违背了人之常情。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乐而非乐，是果类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乎？生前辛勤劳苦，死时简单薄葬。这种主张过于苛刻，难以被天下人接受。墨子以大禹治水的事迹激励后世墨者，使他们以自古为极。西禹之淹洪水，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，也与大圣也，而行劳天下也如此。后世墨者多以求和为一，以积捐为赋，日夜不休。然而墨家内部逐渐出现分歧，乡里秦之弟子、武侯之徒以及南方之墨者各执一词，以兼白同义之辩相，子以其偶不之词相应，将巨子视为圣人，至今争论不绝。尽管墨家的做法存在弊端，但不可否认，墨子是真心爱天下之人。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将求之不得也，虽枯槁不舍也，才是也夫。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不辞辛劳，即便形容枯槁也不放弃，这份精神令人敬佩。剖析宋尹学派爱人与爱己的失衡，继墨家之后，天下篇对宋尹学派进行了评价。宋行尹文主张不类于俗，不恃于物，不苟于人，不治于众，愿天下安宁，以活民命。人我之养，必足而止，以此白心。他们制作华山之冠以自表，皆万物以别有为实，倡导见物不辱，进攻秦兵。宋尹学派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，周游天下，
上说下教，即便天下人不接受，也强郭而不舍，虽天下不取，强郭而不舍者也。故曰，上下见厌而强见也。他们为别人考虑得太多，为自己考虑得太少，甚至仅以5升之饭为足。其为人太多，其自为太少。宋尹学派把进宫请兵作为对外活动，把情欲寡浅作为内心修养。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这种做法不免有些极端，只知爱人而不知爱己，难以全面反映真正的大道。结语：思想的传承与启示。今天我们通过《天下篇》领略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风采。这一篇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庄子对各家学派的评价，更让我们认识到古代思想的多元与深邃。从墨家的兼爱非攻到宋尹学派的进宫请兵，这些思想虽产生于数千年前，但对当今社会仍具有启示意义。《天下篇》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繁荣与纷争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，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避免陷入一股之见。同时，它也让我们珍惜古代智慧的瑰宝，从中汲取营养，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。希望大家能带着对古代思想的新认识，继续探索经典的奥秘，在智慧的海洋中畅游。后续我们还将深入解读《天下篇》的其他内容，敬请期待。后文会师学派逻辑思辨的遗址，在对墨家、宋尹学派做出点评后，《天下篇》将目光投向了会师学派。会师，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，以其卓越的逻辑思辨能力闻名于世。他热衷于探究天地万物的本质与规律，提出众多惊世骇俗的命题，如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，对宇宙无限性与物质的构成进行深入思考。然而，庄子在《天下篇》中也指出，会师的学说存在明显的缺陷。会师沉溺于逻辑思辨的游戏，过度追求言辞的精巧，却忽视了对道的体悟。他与其他辩者相互劫难，提出卵有毛、箕三足等看似荒谬的论题，虽展现出非凡的辩论技巧，但这些论题脱离了现实生活，无法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会师多方，其书五车，其道揣博，其言也不忠。庄子的这一评价，尖锐地指出了会师学说繁杂而无主旨，言论难以切中要害的弊端。会师之所以陷入逻辑思辨的迷局，根源在于他将追求知识与追求真理混为一谈。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和辩论不断积累，但真理却需要超越言辞和概念，通过内心的体悟才能获得。会师专注于对事物表面现象的分析，忽略了对事物本质的洞察，最终迷失在言辞的迷宫之中，与真正的道渐行渐远。思想星河的当代回响，回顾《天下篇》对先秦诸子百家的点评，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千年的思想盛宴。这些古老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借鉴。墨家的节俭思想在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它提醒我们珍惜资源，反对浪费，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。同时，墨家兼爱非攻的理念也为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宋尹学派的剑舞不辱、进宫请兵思想，对于缓解社会矛盾、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积极的价值。在充满冲突与纷争的当今世界，宋尹学派倡导的和平理念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化解矛盾、实现和谐共处的思路。会师学派的逻辑思辨精神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但它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，是推动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具备敏锐的思维能力，辨别信息的真伪，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。传承与超越，续写思想新篇《天下篇》不仅是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，更是对后人的一种启示。它告诉我们，在面对各种思想和学说时，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汲取其精华，摒弃其糟粕。同时，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，不断探索和创新，推动思想的进步与发展。如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，各种思想相互碰撞、交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应当以《天下篇》为镜，
反思各种思想的价值与局限，寻找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思想路径。我们要传承古代智慧的精髓，同时结合时代的特点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续写思想的新篇章。未来，让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天下篇，挖掘其中的智慧宝藏，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更加深邃的思考，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，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与力量。